无酒醉自在。太子之命非复原，凡尘无名最粗死。去无留字，情何堪？满目凄凉空自叹。这线居然松了，徐婕妤见笑了。无妨。太子殿下，虽然钩弋夫人的结局已经无法改变，但我们仍能替她报仇雪恨。看来，你听懂了我的故事。你恨皇后？是，我是恨皇后，是皇后和武媚娘一同害死了我的母亲，他们全都该死。我有一个法子，能让他们二人长受无尽的痛苦。你为什么帮我？这深宫之中，你我皆是悬丝木偶，不如联手破局。长孙太尉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听话的皇后。王室能当，我亦能当。那些操控丝线的人，都该坠下高台，匍匐在你我面前。殿下可知，武氏的姨母杨太妃最近病情加重，这不正是我们的机会吗？快些走，姨母怎么样了？御医说今日很不好，急死人了。杨太妃怎么这么重的病，还一直瞒着主子？那武氏如此忤逆，若不是皇嗣百日，按宫中礼法，皇后需亲往探望，本宫还不乐意踏足灵照殿。你这孩子还偏要一起来。父皇已经很久没去过立正殿了。母后和钟儿来看望安宁妹妹，父皇若是知道，也会念念母后的好。参见皇后。皇后，武昭仪去探望重病的杨太妃了。那回吧。母后，我还没见过安宁小公主呢，我想陪小妹妹玩一玩。行吧，那不要耽搁太长时间。母后，安宁定是看见你来才这么高兴。真难看。母后，不好了！母后，父皇给我的玉佩不见了，方才出门的时候还带着的。什么？儿臣记得方才还有的，一定是掉在哪儿了。快去找啊！是。你们灵照殿的人是木头吗？去找啊！是。你也真是的，父皇赐给你的东西，你也不知道好好保管。母后，儿臣知错了，玉佩掉了没多久，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。皇后，方才徐婕妤来立正殿，请皇后评点刚寻得的苏合香。母后，要不我们先回吧，玉佩也可能是落在立正殿了。好了，看也看过了，我们走吧。是，母后。我有一个法子，能让他们二人长受无尽的痛苦。钟儿还在磨蹭什么啊？来了，母后等等我。主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方才皇后和太子来看小公主，刚离开。皇后和太子，安宁还睡着吗？是的，主子。哦，对了，小柚子，你带他们去找最好的药材，尽快送去姨母那儿。是，主子。安宁，母妃回来了，还在睡啊？安宁，安宁，安宁，安宁！
呢？沈御医，来人呐！沈御医！赵儿，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事吧，无论结果如何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去禀报陛下！我的孩子。安宁，赵儿，赵儿，陛下，我的安宁，我的安宁呢？赵儿，朕一定会彻查到底，给安宁一个交代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陛下，究竟是谁害了他？我已命凌霄彻查，安宁出事之前，只有皇后还有太子来过。等皇后匆匆离开，安宁就出事了。这一定跟皇后脱不了干系。或许此事嫌疑最大的不是皇后，而是藏在她身后的丽钟。她平日最善伪装，但我知道她的真面目。
赵灵山贼一事，我知他心中有恨，可王皇后怎么能？她也是安宁的母后啊！昭儿，我一定会给安宁一个交代，一定会。没有人相信一个孩子会杀人。至于李种，他要为母妃报仇，自然要让我和皇后斗得两败俱伤。借刀杀人，他还太嫩了。他如今此举，乍看让我尝到了丧女之痛，可却将皇后置于是非之境。我不如将错就错，既然说是皇后杀的，那便就是皇后杀的，而李种再容你多留几日。可笑，实在是可笑！这分明就是诬陷。本宫好端端的去害一个公主做什么？一定是那个武士自己没有看护好自己的孩子，不要借此谋害本宫。皇后息怒。武士狼子野心，为了图谋本宫的后位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不过，有舅父在，有长孙太尉在，有楚相在，武士也一定是自掘坟墓。今日朝堂，陛下会提出废后，而此举必将彻底撕开军权与门阀相权间对抗的腥风血雨，而我正立于这风暴的中心。这一仗将决定我的命运，乃至这整个王朝的命运。陛下，切勿被妖女所蒙蔽，做下废后之糊涂事。武昭仪为陛下诞下一儿一女，你身为宰相，却堂而皇之称其为妖女，将圣朝尊卑礼法置于何地？好一个尊卑礼法！武媚娘是先帝的才人，若真懂得尊卑礼法，便该安分地守在感业寺。如今封为昭仪，还不甘心，蛊惑陛下，要废黜有恩于他的皇后，如此蛇蝎心肠，连妲己、褒姒都望尘莫及。恳请陛下废黜武昭仪，还后庭安宁。臣附议太尉之言，请陛下废黜武昭仪，还后庭安宁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楚相句句所言，皇后对武昭仪如何？武昭仪脾气秉性如何？却绝口不提公主之死，颠倒黑白，扭曲真相。哼！正是因为武昭仪蛇蝎心肠，才会将公主夭折一事无端地怪罪皇后。若陛下一意孤行，恕老臣直言，万年之后，怕是后世都会将陛下与桀纣相提并论呐！遂良，你放肆！今日老臣忤逆陛下，其罪难赦。臣愿以一死，以求陛下不受妖女蛊惑。丞相，你丞相，不可呀！丞相，丞相。丞相，你丞相，不可呀！丞相。何不扑杀此僚？大胆武昭仪，朝堂之上，你一个后宫之人，怎敢如此放肆？若先帝在世，你们可敢如此放肆？
相还是先帝朝时的贤臣吗？陛下，不必听这个妖女的狡辩。这里是朝堂，是谁让你进来的？是朕让他来的。陛下，这……依我看，楚相不应站在臣子之中，而是应坐在这龙椅上才是。你胡说些什么？褚遂良，先帝遗命你辅佐陛下，陛下仁厚，对你处处忍让，而你却变本加厉，如今跟个泼皮一般，在这朝堂上撒泼打滚，为人臣的本分，你忘记了吗？哼，无死战，文死谏，便是为臣的本分。轮不到一个妇人插嘴。挟令君上，这就是你口中的臣子本分。我说错了吗？你以老臣之尊威逼陛下，令陛下圣威无存，朝堂形同儿戏。你若得逞，从今往后，臣子们对陛下的决定稍有不满，难道都可以靠撞柱子来裹挟圣意吗？楚相，继续撞啊！我们大家都看着呢。若是先帝看到楚相今日的言行，想必也会后悔立楚相为顾命老臣吧。哼！陛下，安宁公主之死，武昭仪诬告皇后却没有实证，如此信口雌黄，当朝撒泼，陛下万万不可听此妖女祸乱军心。朝堂是我君臣议政之场所，岂能容他人在此滋扰？请陛下驱赶武昭仪，以正纲纪呀！闭嘴！这天下轮不到你做主。褚遂良胁迫君主，殿前失仪出言无状，不配夫人在下，贬为潭州都督，即刻动身。来人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，老臣冤枉啊！求陛下饶恕老臣呐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开恩呐！陛下，褚遂良以死相逼，若朝臣皆效法，法何以立，国何以安？废后之事，朕意已决。若是有人要和褚遂良一起，朕便遂了他的愿。不可能！本宫是先帝亲自为陛下选定的皇后，本宫是长孙太尉拥护的皇后，本宫永远都该是圣朝最尊贵的皇后。陛下下旨废去王皇后，在世人眼中，她是接你回宫的恩人，是温良恭俭的贤后。快回去换身衣裳吧。皇后的大恩大德，媚娘没齿难忘。媚娘定要好好养着。是被你陷害、身陷囹圄的可怜人，但你并不在意。圣者能重新书写一切，你距离那空置的后位已经越来越近了。太尉，此番废后一事，表面是后宫之政，剑指的却是前朝。如今陛下震怒，出相被贬，朝局从此会对我们不利呀。那武昭仪气焰日盛，在朝堂上咄咄逼人，怎会是安分等闲之辈？若真让她当上了皇后，我们可就……诸君稍安勿躁，王室虽已是一枚废棋，但这皇后之位，还未必是那武昭仪的。
安宁，陛下，昭儿，陛下，昭儿，都怪我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们。这些日子，是我心中有愧，不敢常常去找你。不是陛下的错。昭儿，陛下喝醉了，让昭儿服侍陛下就寝吧。不该穿昭儿的衣服。陛下，陛下！大理智，对不起。我知道我做了前行之路上最正确的选择。可我的安宁再也回不来了。安宁，若有来世，不要投身帝王家。昭儿，别哭了。陛下。昭儿，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。李治想立你为后，却遭到了长孙太尉一党门阀重臣的强烈反对。他们用尽浑身解数，从方方面面攻讦你，是要永远将你隔绝于后位之下。如今立后之事难以推进，我们该怎么做？长孙太尉一党，终究只是文官，我们何不拉拢一些手握兵权的武将？如此一来，他们才能多一些顾忌，少一些猖狂。昭仪这么一说，臣倒想到了一个人。谁？大司空李绩。若能得他支持，朝中大半武将都会倒向我。可下官听闻他一直保持中立，绝不参与皇室内部争斗，想要他站在我们这边很难。试试吧。主子，大司空到了。微臣参见武昭仪。大司空，陛下今日密召你入宫，特吩咐我在此迎接。如今边境安宁，并无战事，陛下突然召见，令老臣惶恐啊。大司空戎马一生，媚娘如今倒是有一战，想让大司空出手。一战？昭仪端坐后宫，能有什么战争？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战争。如今陛下想立我为后，长孙太尉等老臣屡屡率众阻挠，此时看似后宫之争，实乃前朝之战。放眼朝中，唯有大司空可助我一臂之力。昭仪，臣一介武夫，如今朝堂是门阀的天下，臣不怕战场厮杀，唯恐卷入朝廷内争。大司空不愿相助，心中顾虑的是太尉。武昭仪，快人快语，
心如明镜。臣的同袍将士李道宗、薛万彻将军背负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而死。此时我若站队昭仪，恐怕日后长孙太尉会加以报复。请昭仪另请高明吧。难道你不顾同袍？大司空，欲留灾祸于后人吗？此话何意啊？兵法有云：善战者，求之于事，不责于人。今世之祸，无备之责，岂可推诿后世，遗患子孙？况且，大司空不是长孙太尉一派，手中却握有重兵，如同一把不属于他的刀，日夜横放在枕边，他焉能安寝？长孙太尉就是猜中了你明哲保身，不愿轻易与其对抗，所以才愈发横行无状。昭仪字字诛心，若老臣选择对抗，又能有几成胜算？10成。大司空象征着朝堂中的兵权，如今陛下和长孙太尉势力相当，若兵权和皇权紧密相连，陛下便可无所顾忌。到时，以长孙太尉为首的文官，可还有多嘴的权力，朝局定会改变。天下人都说武昭仪是妲己转世，妖女祸国。今日与昭仪一夜，才知道原来是天下人，太过浅薄了。陛下是贤明之君，既无纣王，又何来被冤的妲己？汉代昭妃燕出身卑贱，却立为皇后，致使宗庙倾覆。陛下必欲一皇后，扶请妙则天下令君，何必无事？武昭仪德才兼备，有辅政之才，可安社稷。立他为后，乃顺应天意、人心所向之举。王者立后，必得礼教名家。吾视经世先帝，众所共知，天下耳目，安可比也？昔有妲己亲因褒姒灭周，若立武氏为后，恐海内失望，社稷求危。整日拘泥古礼，妄图裹挟圣意，左右皇后人选，这便是你们口口声声的人臣本分。陛下，臣有一言。大司空请奏。陛下，臣认为，不管是立后还是废后，都是陛下自己的家事。既然是家事，陛下自己做主便可。我们作为臣子，若是管了不该管的，便是僭越人臣本分。臣与圣朝数10万将士，唯听陛下一人号令。陛下之令，似天欲柱，臣等誓死相随。臣等誓死相随。誓死相随。臣等誓死相随。臣等誓死相随。传朕旨意，册封武昭仪为皇后，武夷天下，
着礼部即刻拟即日备典仪，举办封后大典。恭喜昭仪，贺喜昭仪！陛下已命礼部草拟章程，不日便可举行册封大典。昭仪若有何吩咐，尽管提点。劳烦木内侍了。哪里哪里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何事，景皇？回昭仪，杨太妃她快！姨母，姨母，昭儿，都下去。好孩子，姨母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扶我起来。好孩子，我要走了。姨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自你入宫以来，姨母亲眼看着你生活在刀山火海之中。姨母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，变成了这深宫中最清醒也最孤独的知妻之人。你为自己争得了封官，也给自己的内心披上了铠甲。可有句话，姨母一定要叮嘱你：昭儿，你不用一直那么坚强，也不用一直隐藏自己的痛苦。姨母知道，你一路走来所受之苦，无人诉说，而将来要走的路更是艰辛坎坷。昭儿，可不可以答应姨母，从今往后，无论如何，都别做伤害自己亲人的事，好吗？你答应好，好，昭儿，姨母便放心了。可惜姨母没能亲眼看着我的昭儿戴上皇后冠冕。姐姐，我来找你了。永徽6年10月，杨太妃病逝于淑景殿，陛下下令厚葬于先帝昭陵。永徽6年11月初1，你的封后大典于肃仪门举行，文武百官及藩仪之长共同朝见帝后。此一制，开封后大典未有之先河，盛况空前。武士门柱宣雍，帝华英服，王以才行选入后庭，御众交为德光蓝叶。朕昔在楚二，特贺先祠，常德代从，扶离朝夕。宫捆之内，横自敕宫；贫强之间，未尝武穆。盛情间隙，每垂赏叹。虽以武士赐朕，视同正君，可立为皇后。你一步一步走上这通往后位的台阶，每一步都是由过去的自己亲手铺就。若春秋被粉墨，怎么算对错因果？前朝才人如何，祸国妖女又如何？只
32岁的你，终于成为了这圣朝的皇后。新的华章将由你亲手展开。臣等恭请圣谕，恭迎中宫。福为皇后殿下，韩章立即，配得承天，正位坤仪，武夷万国。臣等无胜庆变之志。臣等恭请圣谕，恭迎中宫。福为皇后殿下，韩章立即，配得承天，正位坤仪，武夷万国。臣等无胜庆变之志。拜见陛下，皇后。我们终于可以携手并进，去创造属于我们的盛世。吾女闵惠亲戚，如今王室被废，后位空悬，正是你之时机。你需尽快设法获宠，家族荣辱系于你一人，切莫任性妄为。吾望丹立赤还在太尉手中，望你做出明智之举，为父静候佳音，父徐孝德亲笔。主子，都督对主子寄予厚望。寄予厚望，徐家生下我，便是要我活成一具没有感情的枯骨，只为了完成父亲的大业。主子即便不为都督着想，也该想想府中那位丹立赤。滚出去！是。丹立赤，丹立赤。